法重新来掌控。战争、杀戮，几千年都没结束，今天换了一个外衣，回到古老的国度。权力掌控，国家被小丑操纵，独裁者他们遮住了丑恶的面孔，压倒性的民意选择安身素季，统治者们放不下手中的利益，中共的一面外交巩固他们的权力，再次让中南半岛陷入动荡的境地。乌鸦三语，独裁者。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昨天缅甸发生政变，这让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很惊讶，但是呢，也在意料之中。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国家都出现了政局的动荡。缅甸这个国家呢，刚刚才进入民主宪政，短短的5年。也才刚刚走出独裁的军政府，融入到这个现代文明世界不太久的时间。然而呢，这些背后的独裁者们又在这疫情爆发的时候蠢蠢欲动。在我们印象当中，东南亚的这几个国家经常会发生政变。那么这些国家的政局为什么会这样不稳定呢？从历史上来看啊，东南亚的国家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过。二战的时候，免不了又被日本侵略。反正我们亚洲的这些国家都是多灾多难，一直在被折腾。先是殖民者，然后呢又是日本侵略，完了以后呢又是共产主义。反正这3样东西在亚洲这些国家，每一个国家都被折腾得够呛。鉴于在缅甸这样一个由军政府实质把持的一个国家里边，像昂山素季这样民选出来的一个领导人，他实质的权力非常的有限，基本上可以被认定为就是一个被架空的花瓶，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些实质掌权的军头们用来缓和与西方国家之间这些矛盾的一种手段。从昂山素季上台的那一刻开始起，像这样形式的政变可以说是必然要发生的，只不过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像缅甸这样经济比较落后、发展也比较滞后的这些小国家，他们被强大的这些大国所支配，这也是绕不开的一个原因。无论说你这样的民主宪政看起来有多美丽，但是呢，对于这些实质的支配国来说，他们可一点都不在乎这些，他们不可能会在乎这个国家曾经为了这个民主宪政，为了人民站起来这一条路上走得有多艰难，付出了多少人的生命。他们想要的只是利益，而且呢是长久的稳定的一种利益。中国和日本就是缅甸这个国家实质上的最大的支配者。所以就说啊，这一次的政变跟中日是脱不开干系的。首先呢，缅甸这个国家是亲日本的，这个呢简单提一嘴历史。我们知道缅甸在历史上呢一直是中国的附庸国，直到19世纪英国开始扩展自己的版图。到了大清的时候，英国正式的接手了缅甸，变成了他自己的殖民地。英国在缅甸经营了100多年，直到2战爆发。缅甸是包含在日本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里边，奉行的策略呢是相互尊重，彼此独立。那这样一来，是不是要比英国的一个殖民地这样的身份要好得多？所以说，缅甸人民是必然的更喜爱这个大东亚共荣圈，更加认同日本人所推行的这样的社会结构。在1942年，也就是昂山素季的父辈，他所领导的缅甸独立军和日本人的军队一起来推翻了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并且在随后的很多年里边，日本呢是在大力的帮助缅甸扶持他们的经济，然后提供很多的基础建设以及资金。作为推动整个国家独立的人来说呢，昂山素季的父辈也就成了整个国家的英雄。虽然在大多数被日本侵略过的这些亚洲国家看起来呢，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呢是十恶不赦的，他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不过在缅甸，这样的观念可能需要改一下。所以在看缅甸任何问题的时候，大家需要脑子里边有一个印象，缅甸它是天然亲日的。那再来看中国，中国呢就特别简单了嘛，曾经的宗主国，而且是接壤的一个世界性的强国，也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缅甸每3块钱的货物里边就有1块钱是跟中国有关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中国对缅甸的影响那是不言而喻的。OK， 历史和国际大环境跟大家就说清楚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中日是如何来支配缅甸的。对于缅甸利益的需求，中国和日本呢是有不同的方向的。日本是看中了缅甸特别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日本多年以来对东南亚这些国家已经建设成型的一种制造业的一个东南亚工厂网络的一个布局。而中国呢看中的是缅甸的自然资源，天然气、橡胶、木材、宝石矿藏，以及像水电站、铁路、高铁这样的基础建设的输出。所以中国和日本对于缅甸这个国家的利益的图谋是各有不同。像这次政变发动前的半个多月，中国的外交部部长王毅才刚刚访问缅甸。在这次缅甸之行上呢，除了会见昂山素季和现任的总统温敏之外，还单独的去会见了这个敏昂莱，缅甸国防军的总司令，这个政变的发动者，也就是缅甸真正的幕后掌权人。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经过了这种越级会见的事件之后，当昂山素季和现任总统在国会或者是在他们的总统办公室再遇到这位军头，这位统领三军的敏昂莱大将军的时候，那是不是好尴尬呀？那么昂山素季这个民选的民主政府，它到底有多么弱呢？都知道昂山素季因为长期在坚持缅甸的民主事业的推进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呢，就是因为罗兴亚人的问题，缅甸的其他的民族以及缅甸政府认定了罗兴亚根本不属于缅甸，他们认定那是英国在殖民缅甸的时候从印度这边移民过来的。在政府和民间都有这样共识的情况下呢，罗兴亚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他们呢就是一群生活在缅甸的没有国籍的人，更别谈任何的社会福利的保障。这种形势就促成了罗兴亚人自己拿起武器来反抗。拿起武器来反抗，这并没有什么错，但是这也变成了缅甸军可以对他们大开杀戒的一个借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昂山素季根本没有办法去为这些人民去说话，他没有办法去指责缅甸政府军的行为，因为从他当上领导人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没有获得过对军队的指挥的权利，哪怕是一天。让他昂山素季在这个领导人的位置上坐着，是这些军头的一句话而已，让他下台那也是一句话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昂山素季做不了任何的事情，并且呢，昂山素季这个领导人还被这些军头倒逼到海牙国际法庭去为这些军头的屠杀做辩解。那大家说，这让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情何以堪？所以别的都不用看，就看罗兴亚事件，就可以完完全全的知道缅甸的民主是有多么的脆弱。王毅这次过去的目的呢，主要是送疫苗的。那其次呢，还有水电站的修建，以及通往皎漂港铁路的修建等等的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吧。那大家说，按照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礼节来说，这一些内政的经济的事情，这边呢跟名义上边的总统和实际的领导人昂山素季已经谈完了，转个背呢又去跟这位军头，跟这个国防军的总司令敏昂莱又再谈一次。那大家说，这不是挑事情嘛，对不对？这就是赤裸裸的在鄙视缅甸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嘛，摆明了中国的态度就是不信你们这一套民选出来的总统，民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用这样的方式去质疑他们可以长久的稳定和平的去治理缅甸这个国家的能力，就等同是默许了这些手上拿着枪杆子的人，让他们去动这些歪脑筋，去有这些花花肠子。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你这个天朝上国的大使前脚刚走，那敏昂莱立刻就可以给现任的总统以及昂山素季他们一个小鞋来穿，可以斜着眼睛对总统以及昂山素季说，看见没有，王毅来到这儿也要来跟我谈，也要来我这座庙拜一拜。现在缅甸疫情这个事情，并不是说靠你昂山素季以及这些主张民主的你们的西方盟友就可以来帮助你搞定的。从敏昂莱的角度来说呢，他是怎么思考的？乱世用重点，军方出面接管整个国家，然后呢，用强力的手段禁止人民的一些自由的活动，这对于整个疫情的恢复来说是有益处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敏昂莱是马上就要退休的一个司令，通过这一次的军管，通过这一次的政变，那么这个退休就可以往后延了，对吧？敏昂莱在缅甸有他自己非常大的生意，有他非常大的家族企业的公司，一旦他的这个总司令的职务到期了以后，把军权一交出去，那么对他自己经营的这些公司很多的特权就要消失掉。至于有哪些特权呢，我没有调查过，我不能乱说，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共产党有多黑，缅甸只会比共产党更黑。第三点，东边的大国王毅大使都已经过来发了话了，都已经过来见了面，吃了定心丸了，对不对？那么王毅必然是对敏昂莱许下过了某种承诺，无论昂山素季在不在位，这个疫苗都给你们缅甸准备的妥妥的，你们都不用担心。那大家想，有了这样的承诺以后，敏昂莱是不是就可以大腿一拍，我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以前的那些顾虑都可以打消掉了。疫苗呢，靠你昂山素季去跟美国要，跟英国要，那好像暂时还要不来。这个时候中国跑过来主动要给我们，那么我还要养着你们两个民选出来的总统，民选出来的领导人这两个花瓶干什么？你们已经没有用处了嘛？对于到底是支持独裁政府还是支持民选的民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边，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只要是想从缅甸这块土地上攫取利益的国家来说，一个独裁的政府要比一个民选的政府容易控制得多。比如说中国，我要租你的皎漂港，那独裁政府呢，我只要搞定你敏昂莱，搞定你这个军头，那么你点了头，那么花一笔钱，这个皎漂港就是中国的了，对不对？
但是如果一旦是一个民选政府，一个主张法治的跟你讲民主的一个政府，那么人民上街闹一闹，这个缴票杆又得搁2年，好不容易有点进展，然后人民上街再一闹，那么又搁2年，这样一来呢，是不是100年都不一定用得起来？那搞定一个人的难度是不是要比搞定千万个人的难度要低很多？那这才是一个例子嘛，剩下的所有例子都可以套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做推演。所以呢，支持独裁政府，这就是中国摆明的态度。这个呢，也是日本人实际在做的，但是呢，从来不放在台面上去说的一种态度。所以呢，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这次缅甸政变以后，西方的这些民主国家和缅甸没有利益勾兑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态度呢，当然是对缅甸强烈的谴责，并且呢，马上就要对缅甸进行严厉的制裁。尽管呢，日本嘴上也是这么说的，但其实呢，他们心里边可偷着乐呢。那中国可就更别说了嘛。我们来看一下外交部是怎么说的。汪文斌说，我们注意到缅甸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中国是缅甸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的处理分歧，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噼里啪啦几十个字，其实上总结起来呢，就2个字：好的。这不废话吗？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民，他到底是在受苦还是在享福？那么一个民主的政府毫无疑问的是可以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利，更多的好处，对不对？比如说一个土生土长的缅甸人家，不管说你中国政府有多么想要把这个缴票杆的铁路给修起来，但是呢，你这个铁路要占到我们家的田地，这一块良田呢是非常肥沃的，并且我们家已经耕种了它多少代人了，我对它是有感情的。可是我对你们要修的那条缴票杆铁路，我没有任何的感情，它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是昂山素季还在，是一个民主政府，那么我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保护我的财产，保护我的土地，不让你们的铁路从我的土地上经过，你们爱怎么绕路你们自己绕去，因为技术上的问题总可以解决嘛。他们到底是要绕路还是要架桥，那个无所谓，反正呢，只要不要占用我的土地，那就 OK。然而，这样的军政府，这样的一个独裁者，如果上台了以后呢，那么他的意愿就会变成法律。这个缅甸人家的这块土地，因为挡到铁路，立刻就会被这个独裁政府用强力的手段把这户人家驱逐，让这一家缅甸人变成为这条铁路而牺牲的代价，最后呢，变成一个毫不起眼的统计数字。当我们在解读这些国际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从自己国家利益层面来分析来看这些问题的时候，似乎这个军政府上台，独裁政府上台挺好的，对吧？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不对？中国又占到便宜了嘛。这个事情啊，说起来轻松，其实上它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人类的这种自私，哪怕到了21世纪，它仍然是这么赤裸裸的，可以放在台面上的这种赤裸裸的自私，并且呢，不会受到很多人的谴责，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心里边都要认识到一个点，永远都不要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抛开东西方的这些国家政治体制，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也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集权政府，为了去满足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去不惜损害另一个国家的利益。换个角度来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去让他们付出代价，这样的行为呢，其实都是应该值得被唾弃的。虽然说西方的民主国家，他们的政府在今天做决策的时候，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去选择支持那个独裁政府，去跟那个独裁政府去做勾兑，但是他们是不好意思把它拿到台面上来说的，他们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的，因为老百姓自己心里边是善良的，他们会摸着良心来判断这些事情，他们会问自己心里边住的那个上帝，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但是呢，同样的事情放在中国，中国的老百姓可不会摸着自己的良心去判断这些事情究竟是对还是错，他们呢只会为我们国家的强大而鼓掌，为这些小国家可以任意的被这些大国家所支配而感到骄傲。在中国，我可以说 99.9% 的人，他们可能在未来的10年20年都不会去理解为什么欧洲要去接受那么多的难民，因为他们的内心从来没有对自己善良过，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被灌输了国家的利益要高于个人的利益。于是呢，在这些种种的打引号的集体利益之下，中国人都可以残酷的去对待自己，对自己尚且如此，那更别说去对待这些跟自己毫不相干的远在天边的这一辈子永远不可能见面的人，这样是不对的。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就算是你到了一个非洲的没有开化的部落里边，一旦你和里边的某一个人成为朋友之后，那么他们内心当中那种纯洁一定会让你感到震撼，他们在草原上的那种生存能力也一定可以成为你的老师。所以说呀，不要因为肤色、受教育程度去忽视任何一个人。在这一点上，
这些被大多数中国人看起来傻傻的、愣愣的这些西方民主国家的人，他们至少要比中国大多数的人领先150年。中国人有句古话，傻人有傻福，谁也不能保证就是在这些接纳了众多难民的欧洲，会不会又是在酝酿着下一次的文艺复兴呢？毕竟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靠的是智慧，靠的是人，翻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童话故事或是寓言故事，钻营算计这样的角色，到了最后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的中国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角色当中？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Peace。